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红豆碱水粽的食谱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在裹粽子的前一天，我们先拿500克的糯米，把它洗一洗，然后我们把它浸泡最少4个小时，或者隔夜。通常我都会浸泡隔夜。接着我们拿300克的红豆，把它洗一洗，洗干净过后，我们把它放入慢炖锅里，让它慢慢的煮到完全软化，直到它起沙。如果你们不要用慢炖锅，你们可以开小火，慢慢的把它煮到软化，煮到起沙。因为我很懒惰顾火，所以我就用慢炖锅咯，让它慢慢的熬煮，煮到它起沙。接着我们要把这个粽叶放水去蒸软，同样的也是浸泡隔夜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们要裹粽子之前，我们先把粽叶洗干净。我们用一个洗碗的刷，这个刷是新的哦，不要拿用过的。我们拿这个刷，把这个粽叶轻轻的刷一下，把它的肮脏啊、灰尘啊全部刷掉就可以了。粽叶洗好后，我们可以把粽叶的头和尾剪掉，让它整齐一点。接着我们就把已经浸泡了一整晚的糯米，把它沥干水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红豆碱水粽糯米部分所需要的材料。已经泡软的糯米，浸泡之前是500克哦。碱水1汤匙半，油1汤匙半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把碱水倒入糯米里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个碱水不能够放太多哦，放太多碱水粽做出来会苦苦的。加入碱水后，只要这个糯米呈现浅浅的黄色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它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把油倒进去，然后同样的也是把它搅拌均匀。放油的目的呢，是避免我们的碱水粽等下会粘着我们的粽叶。搅拌均匀后，我们把它放一旁30分钟。30分钟后，我们才来裹粽子。现在我们把慢锅里的红豆倒出来，我们把它的水和红豆分开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红豆馅料所需要的材料。已经煮软的红豆，煮软前是300克，白糖200克。我们把200克的白糖倒入已经煮软的红豆里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大家是不是会觉得那么多白糖一定很甜吧？它真的很甜，我也被吓到。当我尝一口这个红豆馅料的时候，它真的很甜，我以为这一次完蛋了，这个粽子做不成了，太甜了这个馅料。可是当粽子煮出来过后，我吃了一个，很奇怪，它的甜味不见了，刚刚好，不会太甜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。这个红豆馅料不可以水水的哦，如果还是太水的话，你们把它倒入这个有洞洞的铁盆里，让它的水再滤掉。我们要这个红豆馅是干干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红豆碱水粽所需要的材料。已经沥干水分，加了糖的红豆馅，已经加了碱水和油的糯米，大概40片的小粽叶，
首先，我们拿2片粽叶，然后把它折成漏斗形，就像这样，把它折成漏斗形。现在我们在粽叶里加上大概1汤匙的糯米，然后再加上一堆的红豆馅，然后我们再加上1汤匙左右的糯米，把红豆馅包裹着。现在我们把上面长出来的粽叶折回下来，把糯米盖着，就像这样。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，把2边折进来，再把这个长出来的粽叶折下来，形成一个三角形。我们用绳子把粽子绑好，转2个圈，再打2个结，要把它绑得稳稳的。我们在裹粽子还有绑粽子的时候，不要绑得太紧，因为粽子在煮的时候它还会膨胀的。我们再来包多一个，我们拿2片粽叶，就像这样子，把它折成一个漏斗形。接着我们舀1汤匙左右的糯米放到粽叶里，把它放到底部。然后我们再拿一堆的红豆馅放在中间，再铺上1层糯米在上面，把红豆馅盖着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长出来的粽叶往下折，把这个糯米包着。左右2边呢，我们就像这样把它往下折，把它形成一个三角形。至于这个长出来的部分呢，我们再把它折回头，就像这样把它折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。包好后，我们就拿绳子把它绑稳。我们要转2个圈，再打2个结，把它绑到稳稳的。记得不要把粽子裹到太扎实，因为等下糯米在煮的时候，它还会膨胀的。粽子绑好后，我们可以把这些多出来的粽叶剪一剪，把它剪得美美的，把它修剪一下。现在我们把粽子放入锅里，然后把它排整齐，让它全部挤在一起，避免等下它煮的时候会浮起来。接着我们就把已经煮滚的热水加入这个锅里，这个水要加到盖过这个粽子。现在我们让这锅水再次的煮滚，我们就可以把盖子盖上，然后把火调去中小火，让它慢慢的煮3个半到4个小时。其实煮这个粽子的时间也不一定要那么久，就要看你们粽子的大小。如果很小粒的话，可能2-3个小时就足够了。你们可以在煮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候，拿一粒来试试看。如果已经熟了，你们就可以关火。如果还不熟，你们就继续再煮咯。然后在煮这个粽子的时候，你们时不时都要打开盖子来看一下水够不够。如果不够的话，你们记得要添水。添水记得要加热水哦，不要加冷水。我们加水的时候，不要一次过加太多，只要盖过粽子就足够了。为了不要浪费食材，我们可以把刚才过滤掉的红豆水拿来煮成红豆汤。如果你们包粽子的时候，红豆馅料还有剩的话，也可以加进去，把它煮热，就是一碗很好喝的红豆汤了。这锅粽子我已经煮了4个小时，它已经完全熟透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关火，把粽子拿起来，沥干水分，让它放凉一些些，我们才来开粽子。完成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红豆碱水粽。这个红豆馅还可以看到一粒一粒的红豆颗粒哦，哇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
我建议大家，如果要包红豆碱水粽的时候，那个红豆馅还是自己煮的会比较好，就你可以控制那个甜度咯。外面买的呢，有时候真的很甜，然后外面买的红豆馅呢，它太过绵密了，变成我们包粽子的时候，如果米粒不小心跌进那个红豆馅里，它是会生米的，它不会熟。可是自己煮的这个红豆馅呢，就不会，它不会生米。今天这个红豆馅的甜度对我来说刚刚好，不会太甜。你们不要被刚才那个红豆馅的白糖吓到，我也是觉得很甜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我包进粽子里煮好过后拿来吃，它的甜味不见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碱水粽不甜的关系，然后在水里面煮了4个小时的原因，所以它的甜度刚刚好，不会太甜。端午节快到了，我们2个肥肥在这里先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如果大家对我今天的影片满意的话，请帮我点个赞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